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家庭聚会，亲哥让老公给怀孕的我夹菜，老公撂下筷子就不夹。我哥不但没生气，反而拍手称快。做男人就该如此，男人才是家庭的主人。我当场把饭桌扬了。后来老公母亲患癌，迫切想要个孙子，我立刻打胎离婚，就不生。我倒要让你们瞧瞧家里谁说了算。本频道将为您讲述各种各样的人生故事，也许有些故事会让您热泪盈眶，有些则会让您感叹人生百态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除夕夜是我和何俊明结婚1周年的日子，再加上1个月前我刚检测出怀孕，双喜临门。老公召集一大家子进行聚餐，我妈为难道：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我们就不过去凑热闹了。于是指派我哥杨东和嫂子过来参加。餐桌上，杨东喝得酩酊大醉，他指着我老公：小何，我妹都怀孕了，你别光顾着自己吃，给她加点菜。我一愣，杨东虽然是我亲哥，可关系始终不冷不热。这次参加聚会，他百般推脱，嫌弃我嫁得太远，路上时间太久。没想到他会让老公给我夹菜。饭桌上的公婆抬起头：儿子，你要懂得疼老婆，知道吗？老公频繁点头：妈，你最懂我，我这么完美的人，怎么可能不疼老婆？我看着老公用筷子夹起面前的锅包肉，送进自己嘴里，一连好几筷子，没有一次是递给我的。老婆，你这么大人了，能自己吃饭，不用我夹了吧？疼不疼老婆也不是在这种事上体现的。我心中的怒火一点点升起，追我时无微不至，用尽所有招数，得到后就不懂得珍惜了。始终没说话的嫂子开口：小何，夹菜这种小事你都不愿意做，一看你就不疼老婆。她说完后，何俊明噌地站起身，把筷子撂下：就不夹，这种事应该女人做，我都没给我妈夹过菜，我凭什么给她夹？你是我谁？你怎么知道我不疼老婆？用不着你多管闲事。氛围剑拔弩张，何俊明说话一向刺耳，只要不合心意，立马发脾气。我想打圆场，亲哥突然爆发出爽朗的笑声：好小子有骨气，刚才让你夹菜是为了考验你。你说的没错，男人应该在家里树立威风，让别人知道谁才是家庭的主人。我就知道我哥不会这么好心。嫂子眼眶溢出泪花：杨东，我被小何骂你都不管管。我感同身受，嫂子和我生活在同一种困境中，老公极度大男子主义，都是苦命人。如今我不想再忍让了。亲哥和何俊明正在相互倒酒，我扬起桌上的火锅往他俩脸上泼，接着把桌上的饭菜全部扫荡在地面，抓起残渣狠掐何俊明的嘴往他喉咙里灌，火锅汁顺着头发丝一路流向领口，衣襟湿了一大片。何俊明双目猩红，只可惜火锅的火已经关了。
温度不够烫。老公，夹菜这小事就由我来为你服务吧。你对我的服务满意吗？你不是喜欢吃火锅吗？我让你一次性吃个够，还想吃什么告诉我，我都满足你。何俊明不停呜咽，被呛得咳嗽，因为嘴被堵住，只能发出闷响，液体顺着鼻腔流出。婆婆被吓得一动不动。小童，你怎么了？千万别动了胎气。我哥闭着眼对嫂子怒吼：你个贱人，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给老子拿张纸！杨小童，你是不是有毛病？发什么疯？老子就不应该来参加聚会。白白坐了2个小时火车，被泼一身番茄汤。我松开何俊明，一脚踹向他的裆部，后者扑通跪地。2位老人赶紧去扶。哥，光顾着收拾何俊明，忘记收拾你了。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当自己是皇帝少爷？大清早就亡了，想让别人伺候你啊？你有那个本事吗？又丑又老又穷，一天天的哪来的自信？镜子没有尿，总有吧？撒泡尿，好好照照自己，别出来丢人现眼。一顿饭吃得真晦气，看到你就反胃。杨东被番茄汁糊了满脸，伸手抓我扑了个空。我反手2个大嘴巴，夺过嫂子手中的纸巾，就不给你拿。你有本事自己拿。火锅底不算烫。2人皮肤泛红，公婆不放心，执意把2人送进医院。一路上，何俊明的嘴始终不闲着。杨小童，我妈都不敢这么对我，你凭什么？你就说这件事情你做错了没有？你如果跟我道歉的话，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，原谅你。你怀孕后，我拼死拼活挣钱，就是为了养活你们娘俩。今年我们公司所有主播都不开播了，只有我干到大年30。我明确告诉你，你太自私自利了。公婆隐隐注意我的表情，我气笑了。我道什么歉？我又没做错。我好心服务你，却落得个讨人嫌的下场。何俊明，别把自己说得那么伟大。家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上班。怀孕后我双脚浮肿，路走多了会疼，吃点东西便孕吐。我曾跟何俊明商量向公司申请产假，在家专心养胎。何俊明的脸瞬间拉了下来。家庭是夫妻2个人的事，你不要逃避责任，这个班你必须上。公婆带着何俊明检查，我的屁股始终没离开检查室的座椅，我才不担心他的安危，出事最好。此时医院人正多，公婆都不识字，找不到缴费处，又没有护士帮助，急得大喊：医生，医生，有没有人告诉我缴费处怎么走？求求大家帮帮忙！何俊明的脸瞬间耷拉下来，猛甩开婆婆搀扶着的手。妈，你这么大声干嘛？我还没死呢。路人注意到，指向前方。阿姨，缴费处向前走，下楼梯后右拐。没等婆婆开口，何俊明立刻回怼：用得着你操心吗？不用你管。我坐在座椅上静静看着。何俊明是条疯狗，背薄面子，见谁就咬。路人骂骂咧咧走后，
何俊明立刻朝着缴费处反方向迈步。还治什么治？我又没死，花那个冤枉钱干什么？真是的，脸都被丢尽了。老两口在身后喊着儿子的名字，后者充耳不闻。我瞧见婆婆急出的豆大汗珠，最终还是起身向他俩走去。妈，你别管他了，回家吧。婆婆牵着我的手，小童，都怪我教育出一个坏儿子，莫怪他。你们两个要好好过日子，千万不要生气，别伤了肚子里的宝宝。我自认为跟公婆的关系很好，甚至比跟亲生父母还要好。按照我亲妈的话说，嫁出去的女儿如同泼出去的水。从小到大，她拿我当作外人来养，好吃好喝先供给我哥，留给我残汤剩饭不说，还要让我收拾家务，洗衣刷碗。但我婆婆人老18，面对降种儿子始终默默忍受。我很看重婆婆，直到当晚听到了何俊明和婆婆的对话，我才发现自己错了。何俊明，妈，那个臭娘们今天那么嚣张，你为什么还要拦着我？我就应该狠狠地教训她一顿，让她知道谁才是家庭的主人。别以为自己怀孕了就可以蹬鼻子上脸，生男生女都不一定。婆婆，儿子，你消消气，妈不是为了你着想吗？妈年纪大了，你爸又有尿毒症，万一我们有个3长2短，以后谁照顾你？婆婆，趁着杨小彤怀孕，妈找个偏方，赶紧让她生个大胖儿子，以后有的是你享福的。母子俩对话清晰地传入我的耳膜，我心里一凉。每当婆婆让我别动了胎气时，我便隐约觉得不对劲。她终究没把我当成一家人。如果不是我从浴室折返出来拿睡衣，绝对不会知道真相。洗完澡后，我不动声色地在网上比对了几家3甲医院，仔细研究人工流产后的注意事项。如果何俊明一家再整出幺蛾子，这个孩子不要也罢。研究完资料后，我躺在床上准备睡觉，万籁俱寂时，何俊明刷一下将卧室的灯全部打开，架好补光灯，弄出叮叮咣咣的巨响。我被他的动静吓了一跳，忍不住抱怨：你如果不睡觉的话，能不能只开一盏灯？你用手电筒照亮不行吗？他冷哼，眼神看得我不寒而栗。你是在埋怨我吗？你嫌亮的话，侧过身不就行了？何俊明穿戴整齐地坐在卧室旁的工作间，准备直播。镜头一开，他立马转换成和颜悦色的笑脸，富有磁性的声音讲解着弹幕上网友的困惑。没错，何俊明是一名网红心理咨询师，高学历高颜值让他收获800万粉丝，无数小女生在弹幕里聊他，更甚者直接在私信里要联系方式。每当这时，何俊明便会一一回绝，掏出手机，屏幕上正是我跟他的结婚照。他温柔地说道：我很爱我的老婆，我希望大家也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另一半。又因为宠妻，直播人数直线暴涨，但这一切都是假的，是直播公司要求他塑造的人设。他用来展示屏保的手机是一个备用机，
真正日常使用的手机屏保不停更换，是一张张擦边女的照片。为此我跟他大吵，他不但没认错，反而将我拉到镜子面前，比对着手机里的图片。何俊明，你身材这么差，我用你的脸当壁纸干什么？你得承认，你不如这个女的优秀。如果你想让我当壁纸，就努力减肥，别说那么多没用的。那时候我真的被她唬住了，最后是因为婆婆的干预，她才不情愿换掉壁纸。此时弹幕上又在疯狂刷屏，宠妻狂魔何俊明，咱们三个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。如果我未来老公能有何老师一半好，我就知足了。我都不敢想跟这种男人生活在一起，该有多幸福！长得又帅又有风度，而且还那么爱老婆。我在何俊明身后直勾勾盯着他，后者眼中很是神气。从前何俊明总是让我配合他出演，在直播中吃他未来的水果，相互整理头发。他美其名曰为了将来我们更好的生活，并且你这么爱我，就算我做的再过分点儿也没什么吧。天真的我配合他哄骗了3个月的粉丝，他赚得盆满钵满，却在我怀孕后让我忍着疼痛上班。我闯进直播镜头，一定要拆穿何俊明的真面目。弹幕：嫂子来啦！嫂子今天怎么看着不太高兴？是不是跟老师吵架了？弹幕：瞎说什么？和老师这么宠老婆的人，怎么可能会吵架？根本吵不起来，好吧？每次都是何老师先服软。余光中，何俊明盯着我面无表情的脸，左手暗中推搡着我的腰，想把我赶出直播画面。我悠悠开口：粉丝宝宝们，网络这个世界太虚假了，眼见不一定为实。你们又不认识何俊明，怎么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万一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好老公，而是喜怒无常，经常对老婆恶语相加，极度自私，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呢？现在这年头，什么人都可以当老师，但我觉得何俊明不适合当老师，更适合去演戏，演得比一些当红小生还好。弹幕炸锅：什么情况？夫妻俩真吵架了？剧本吧，改走黑红路线了。嫂子说的是真的假的？我掰开腰上的手，使出全身力气狠狠地掐。何俊明额头冒出豆大的汗珠，不知道是疼的还是因为心虚。他没有解释，而是迅速结束直播，挣开我的手将我推倒在地。你疯了？你为什么要害我？我又没做错什么，你至于这么对我吗？我懂了，你是不是还因为今天中午吃饭的事生气？我不就是不给你夹菜吗？至于吗？你自己没手不会吃饭还是怎么着？如果我的事业毁了，那么一切都是你的错，你就是罪魁祸首。扫把星，我哈哈大笑。对对对，都是我的错。你可真会甩锅，看来你不只适合当演员，还适合当厨子。哎呀，你事业被毁了，对不起，我就是故意的。我还嫌毁得不够早，不够彻底。你关什么直播呀？做贼心虚，天天扮演模范夫妻，你装的累不累？
要不要我再大发慈悲给你松松筋骨？我抄起补光灯往何俊明身上砸，哪个柜砸，哪个玻璃碎裂一地米。他懵了，不断闪躲。动静很快引来了公婆，婆婆挡在我前面。小童，你肚子里还有孩子呢，冷静点儿。孩子，又是孩子。我迎面给了他2个大耳光，这下全世界都安静了，没有人敢说话。我的肚子用不着你操心，这么着急想要孩子干什么？赶着上路啊，要不然你自己生得了第1个大儿子废了，再生一个给自己养老送终。听说你想生个孙子，还特意找了个偏方，怎么着？你家里是有皇位要继承？家里有几个破锅碗瓢盆，生了孙子上街要饭去啊？从前我静悄悄的，你们一家都以为我好欺负，老太婆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怎么着不敢在我面前说，怕我修理你。何俊明，你当初追我的时候就差给我跪下。1年前咱们结婚，你家里条件不好，给我端茶倒水，怕我跑了不嫁给你。最近3个月你搞直播火了，忘乎所以，找不到北了，老子一巴掌给你打回原形。何俊明的脸涨红，婆婆一个劲儿劝，算了算了，小童怀孕心情不好，夫妻一场，你们还有孩子呢。我夺门而出，喊你大爷，明天就去医院。次日一早，我前往医院，刚迈入大门，便被一股强大的后坐力拽住。没等我反过来，脸上重重挨了一下。何俊明的声音传来：“死娘吗？你可让我好找。昨天晚上去哪儿撒野了？今天来医院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别打肚子里孩子的主意。昨晚你闹那出，我妈都晕倒了，现在就住在医院，我们这个家都要被你整散了。”我被扇的脑中嗡嗡作响。何俊明一把薅着我的头发：“走，就跟我妈赔礼道歉。你个死娘吗？不好好收拾你不行。”他青筋暴起，丝毫没有昨天晚上在直播间里面的沉稳绅士。我想反抗，却因为力气悬殊，始终被拖着走。一路上吸引了无数人异样的眼光。住院部外，何俊明被满脸沉重的医生叫走。我从他们的交谈中捕捉到了几个信息：我婆婆李芳肺癌晚期。医生拍了拍何俊明的肩膀：“家属请放心，我们会尽全力的。”一直到住院部走廊空一人，何俊明始终低垂着脑袋瘫在地上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人各有命，也许这就是他们家的报应。我从震惊中回过神，迈着步子就往妇科走。我可是预约了今天早上的专家号呢。婆婆像是预感到什么，从身后叫住我：“小童，你就原谅我儿子吧，他年纪轻不懂事，你别怪他。刚才医生的话我都听见了，我是肺癌，我家老头又有尿毒症，我们2个要是没了，俊明就没人管了。你发发善心。”我立刻打断：“话可不是这么说的，30岁的人还算年纪轻，他年纪再轻关我什么事？你是何俊明的妈，负责教育他，现在赖上我了。他不懂事，是你作为家长的失职，你可不要像你儿子一样
推卸责任，又或者说是因为你教育的失职，才造成你儿子混蛋的性格。我们两个只是夫妻，哪对夫妻能保证一辈子相亲相爱，一辈子不离婚？等你死了，我第一个抛弃他，这日子我早就不想过了。我再善良，也受不了你们这种家庭。李芳张张嘴，却没有发出一丝声响。她用力拍打着搀扶自己的公公，眼神示意，似乎想让公公说几句挽回的话，但公公只是淡淡的垂下眼，一声不吭。何俊明噌地从地上站起来，撸起袖子扑向我。杨晓彤，你还是人吗？我妈都生病了，你居然还敢这么说话？我怎么娶了你这种死娘吗？我毫不客气地用指甲狠抓她的脸，留下一道道红痕。娶到我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，你家祖坟冒青烟，你该偷着乐。李芳是你妈，不是我妈，我管她怎么样？嘴长在我身上，我想说就说。我一辈子积德行善，父母没出现任何毛病。你嘴上不饶人，再不给自己积点福气，下半辈子就算完了。何俊明，不瞒你说，我今天来医院就是打算人工流产。你瞧不上我，我也瞧不上你，这婚离定了。李芳不断叫喊，你们两个别吵了，杨晓彤千万不能流产，你一定要生下来。是我儿子做错了，我肯定让他改改自己的坏脾气，我也不拿生孙子的偏方逼你，生男生女都可以。李芳，杨晓彤，你说吧，要怎么样才能原谅我们？你千万不能去流产。我灵机一动，原谅你们可以，你们3个给我下跪磕头道歉，郑重地承认错误，我立马大发慈悲原谅你们。何俊明和公公同时愣住，眼神如同洪水猛兽，而李芳则是丝毫没有犹豫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眼看就要将头重重砸在地面上，被公公和何俊明拦住。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不能给臭娘们道歉，让步一次，处处会被压一头。李芳的叫声更大，原本冷清的住院部走廊吸引了许多吃瓜的路人，有人掏出手机录像，窃窃私语。李芳强行将2个男人的上半身压在地面上，儿子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就认个错吧，你再不认错，我就去死，反正我已经没有活头了。我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你吗？1分钟后，3人齐刷刷跪在地上，李芳一个劲儿磕头，公公和何俊明执拗地挺直腰杆。何俊明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在一片唏嘘中，我扬长而去，道歉我收下了，但不接受。我成功做了人工流产，顶着虚弱的身子回到暂住的酒店。我跟妈妈提过离婚的事，她坚决反对。杨晓彤，你别给我丢人现眼，你就算离婚了，也给我滚出去，别回家里。现在正是过年期间，好多亲戚朋友过来串门儿，如果让他们看到你在娘家，他们会怎么想？你妈，我会被闲话骂死的。电话那头，我听到了我哥嘲弄的声音，我就知道臭丫头离婚是早晚的事，连丈夫都照顾不好，肯定是被踢出家门喽。
自此，我打消了依靠娘家人的念头。从医院出来后，我再也没有和何俊明联系。简单休养3天，立刻投身工作。领导对我的变化十分欣喜，竟称我为浴火重生的凤凰。不忙时，我给何俊明寄出离婚协议书，本以为要纠缠一番，没想到他瞬间同意。何俊明，想离婚是吧？我成全你。看离婚了，谁还要你？长得又丑又矮又肥，如果不是老子施舍，你一辈子都嫁不出去。我充耳不闻。我和何俊明是在商场认识的，我是奢侈品柜台柜姐，他误打误撞进了我所在的品牌门店。当时他身上的衬衫湿了，想买一件立刻换上，我便是接待他的那个人。何俊明看到价格后立刻红了脸，年轻的我被他老实的反应逗笑了。一来二去有了联系，认识1年便结婚。当柜姐就算不要求长得美若天仙，但至少相貌五官要端正。我1.72米，身材苗条，哪里是何俊明嘴里那个又丑又矮又肥的人？何俊明告诉我，离婚可以要求，彩礼必须退还。我妈得知后更不乐意，我绝对不可能同意你离婚的。你哥买车彩礼已经全花了，1分钱没有。我对亲生母亲偏心习以为常，年轻时会受伤，会和她争执，问她为什么要区别对待。但我现在已经麻木，买车花了是吧？行，我明天就回老家把车卖了。我可不管亲戚们说什么闲话，我就要在大庭广众下告诉所有人我要离婚了，告诉他们老杨家养了一个伤风败俗的女儿，让你们沦为笑柄。妈妈从牙缝里丢出一句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因为彩礼的问题，我一直拖着没和何俊明正式离婚。他仿佛找到了拿捏我的开关，嘲笑我怕了拎得清自己几斤几两，知道自己离了他嫁不出去。我买好了回老家的火车票，没想到杨东却找上门。他不知道从哪得知了我工作的地址，将我从门店拉出去，雨点般的拳头砸在我身上，我的上衣被扯破，盘发因为剧烈挣扎散开，模样肯定跟个疯子无异。听说你还打上我车的主意了，没门儿！钱是何俊明结婚时给的，已经收进我们家腰包，不可能再还回去。你就算要离婚，退彩礼自己想办法。妈说你这几年不学好，净跑来当小姐。你看看你穿的，高跟鞋配短裙，我看妈说的一点没错。以后你不要跟别人说你是我妹妹，我可没你这么下流的妹妹。同事纷纷冲出来将我抱住，我的嘴肿了，耳边只剩耳鸣声。杨东，你们干什么？我收拾自家妹妹关你们什么事儿？我小时候就经常打她，打是亲，骂是爱，你们懂不懂？最终我报警，将杨东带到警察局。警察来后，我赶往医院验伤。打着亲人旗号的暴力，难道就不是暴力吗？他打了我，就应该付出应有的代价。验伤结果表明，我的脸颊、膝盖、肘部多处擦伤。到警察局后，我哭得格外凄惨，坚决不接受和解。
幸好有同事帮我，否则我就要死在他手里了。他是真的想要我命。警察要求通知家属，由于我跟何俊明没有正式离婚，他和嫂子都被叫到现场。杨东见到何俊明后，二人之间的眼神交流十分古怪。意料之外的是，何俊明没有对我冷嘲热讽，老老实实地等待警察发落。我觉得不对劲儿，嫂子不断向我道歉，让我绝对不要原谅杨东，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。最终，杨东被拘留15天。从警察局出来后，何俊明始终很老实，他竟然主动开口向我提起离婚的事，甚至不需要我退还彩礼了。我心中的疑惑更甚，怕他反悔，当天下午就和他办理了离婚。如今我真正自由了，但还有一件事没做，不毁掉何俊明的生活。我不甘心，我要摧毁他的事业，在无数粉丝面前揭露他虚伪的真面目。何俊明对粉丝宣称自己是国外某顶尖大学的研究生，但他实际上毕业于一所普通的2本大学。他在直播间展示的毕业证书是伪造的，一手由直播公司打造。曾经有人质疑过他的学历，但恶评都被直播团队一一删除，后来也不了了之。我认识何俊明的一位室友，我和何俊明结婚时，他做过伴郎，我自然还存着他的联系方式。我联系王磊，请他帮我办点事，并付上2万作为感谢费。他欣然接受。我让他做的事很简单，举办一场大学同学聚会，邀请何俊明参加。我了解何俊明极度大男子主义的性格，他肯定为了彰显自己，该说的和不该说的全部抖出去。何俊明可不担心有没有大学同学刷到过自己，他不在乎自己学历造假的事被抖出去，因为有人帮他善后。他恨不得所有人都嫉妒他。我和王磊保持着密切联系。何俊明果不其然地参加了同学聚会。王磊聊着我事先准备好的话题。何俊明，聚会怎么没带嫂子来？我还记得你当初追嫂子时，费尽心思啊，还向我打听女人都爱用什么化妆品。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知道？视频那头的何俊明发出一声轻蔑的笑。我跟你说实话，当初真不是我追的他，我碰见他好几回，长那么丑，谁能看上？是他主动对我示好。免费的东西哪有不要的道理？以后你们都不许提那个死娘们，听见就烦。兄弟们都知道我搞直播那事儿吧？死娘们还在直播里点观众，骂说我虚伪，说我自私自利。我是那种人吗？也别怪兄弟，我在直播中不敢承认自己的母校。海外高知识分子的人设赚的实在太多了，等我以后发达了，肯定不会忘了兄弟你们。那头传来同学们尴尬的笑声，接着便是推杯换盏的声音。一顿饭结束，我将与王磊通话的视频以匿名的方式传到互联网上。何俊明，你就等待迎接万人的唾骂吧。我花重金买了定向流量，3分钟的视频很快爆了，点赞100多万，评论区热火朝天。这不是最近很火的网红心理咨询师吗？这怎么回事儿？
好久没听到如此跌位的发言了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有人把女人当作自己的附属品。互联网果真没有记忆，几个月前他就被曝学历造假，竟然还能出来兴风作浪。天哪，我粉的网红塌房了，宠妻人设居然是假的。楼上的懂不懂？是有人故意黑何俊明。何俊明一夜间掉粉200万，评论区让他退网，让官方封杀。我长舒一口气，太痛快了。另一名网友又发出了何俊明和我在医院发生争执的视频，那是婆婆确诊肺癌晚期当天，何俊明一路撕扯着我的头发到达住院部，他对我进行的辱骂全部被收进视频中。这下支持他的粉丝傻了。网友一：人面兽心的渣男只敢对女人动手，算什么本事啊？敢不敢跟我推280斤的比试比试？网友二：好家伙，天底下还有没有王法？嘴巴那么脏，是刚拉过还是洗过马桶？网友三：这种人就应该被封杀。在网上装心理老师，不知道会带坏多少未成年。何俊明所属直播公司的账号也沦陷了，公司紧急发出声明，已经将他开除，并且因为何俊明违反了当初签订的条例，品行不端，面临2000万的违约金。网友拍手叫好，我喜悦的心情根本抑制不住。最近几天，营销号大肆报道何俊明的事件，他们扒出何俊明的住址，以及前婆婆治疗的医院。令人震惊的是，何俊明为了还巨额违约金，已经放弃给亲生母亲治病。新闻一出，何俊明又被骂上热搜。网友一：天杀的，居然连亲生母亲都不放过，还有没有人性？网友二：地址给我，忍不了了，让我亲手修理修理他。看了何俊明如今的下场，我工作得更加卖力。店长不仅没因为我哥来闹事就辞退我，反而安慰道：我懂你的不易，咱们的家庭背景是一样的。我对每一位进店的顾客报以微笑服务。没成想，一位不起眼的大娘，居然在我手底下消费了100多万。我拿了10万块的提成，加上杂七杂八的其他业绩，稳坐当月销冠。计算的时间，今天是杨东从看守所出来后回老家的日子。没想到当晚嫂子给我打个电话，嫂子称何俊明跑到我老家闹事，目前已经和杨东打起来，让我尽快赶回去。当初在警察局我就察觉不对，是我曝光的何俊明，让他在网友面前丢尽脸面，失去工作。如果他真有怨气，应该向我发火，怎么会跑去找杨东？等我赶回了县城，已是深夜。我家的小房子里3层外3层围满了村民。杨东和何俊明2个男人脸上、胳膊上满是淤青，正怒气冲冲地看着对方。我被挡在人群后面，看不真切，在嘈杂的人声中捕捉到杨东的声音：何俊明，你犯什么病？当初是你说只要我替你休了一顿我妹，彩礼的钱就可以不退，现在怎么又反悔了？网上那些留言我看见了，被戳中肺管子，跑我这儿来撒气了。我告诉你没门。何俊明，
老子当初是让你修理杨晓彤一顿，没让你闹到警察局。我可不想进监狱。何俊明，我落得如今这片田地都是拜你妹所赐，如老子现在负债2000多万，你让老子怎么还？我心里咯噔一声，这下都说得通了。原来2个男人计划好要揍我，因此在事情败露后，2人间的眼神不对劲。说着他们又扭打在一起。有人注意到我，立刻示意蜷缩在角落不断哭泣的我妈：董姐，你家丫头回来了。他们把我推搡到中间，我妈对我又打又骂：都是你干的好事，都怪你，我在大伙面前的脸都丢尽了。我抓住她的手，将她甩在一旁，看着如此荒诞的一幕，心里生出报仇的快感。你应该看清楚，现在丢你脸的不是我，而是杨东，是你养了这么多年的好儿子。自己儿子懦弱无能，只会对着家里人大喊大叫，你不嫌丢脸？他跟人打架斗殴，引得无数村民围观，你不嫌丢脸？30多岁的人了，还是个妈宝男，把你跟老婆当奴隶，你不嫌丢脸？我在婆家被人欺负，想要离婚，你却觉得丢脸？你是不是觉得我真该被别人欺负死？我必须得像你一样一直忍着。我明白你的心思，你不想我过得比你好，所以一直打压我，但我就不如你的愿。你告诉我，你有没有把我当成亲闺女？在你心里只有一个孩子，那就是杨东。从今以后，我和家里一刀两断，你的事我不管，我不会再掏1分钱。除此之外，我从前往家里打的18万，你必须1分不差地还给我。我本想报警，把杨东和何俊明送进监狱，他们2个明显是对我实施有预谋的犯罪。没想到杨东抢先一步举报了何俊明，他声称何俊明用20万彩礼贿赂自己，对我进行殴打，并提供了聊天记录。何俊明看着我的眼神不断闪躲，我知道他在害怕，因为我是一个疯女人。何俊明，我当时给杨东发消息是因为喝多了，开玩笑，没想到他真把杨晓彤打了。这件事跟我没关系。2人各执一词，互相推诿。经过警方取证，最后2人都因故意伤害被判2年，解决了身边的小人，我的生活顺畅多了。我再也不用跟糟糕的原生家庭产生关系，再也不用面对人渣老公，因为我年年销冠的成绩，领导派我到其他城市担任区域经理。这件事我只与嫂子分享。我曾多次劝她和杨东离婚，却始终没得到一个准确的答案。今天嫂子要来火车站为我送行，一向素面朝天的嫂子化上了精致的淡妆，穿上她初次上门时的连衣裙，她眼中有不舍也有喜悦。小童，恭喜你，你以后肯定会有更好的发展的，祝你事业有成。嫂子，谢谢你。她笑了，不用叫我嫂子了，叫我谭杰就好。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已经跟杨东离婚了。这一刻我前所未有的开心。在我抵达新城市后，我始终与谭杰保持着密切联系。
媒体也时刻关注着何俊明妈妈的状况。仅仅3个月，人就没了。网友们在得知何俊明入狱后拍手叫好，对我怜惜又敬佩。我说到做到，对家里的事撒手不管你。我爸去世得早，只剩妈妈一人。如今杨东不在身边，他又没有退休费，只能再次下地种田。谭杰告诉我，他曾去看过我妈几次，但我妈总对着他恶语相向，让他别来看自己笑话。于是后来谭杰也不去了。我面无表情地听完全程，心中丝毫没有波澜，一切都是报应。30岁前的人生，我没有好的家庭，好的婚姻，但我懂得迷途知返，以后的路只会越来越平坦。故事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我曾是百强公司的知名珠宝设计师，婚后我放弃事业，成了家庭主妇。婆婆因为把我怀孕几率小听成了不孕，就偷摸给我老公介绍新对象。小三怀孕后，老公拿我的钱给小三买房养孩子。我一气之下找上门，却被老公和小三合伙害死。再睁眼，我重生在了发现老公出轨这天。上辈子失去的，我要统统拿回来。做完宫外孕手术后，婆婆黑着脸把老公周玲拽走。她把我怀孕几率小听成我怀不了孕，所以建议周玲趁早做打算。周玲不敢反驳她妈，从小到大以她妈的话当圣旨，听到她妈让她早做打算，她不说话，点头默认。后来周玲这个妈宝男还真默认他妈的做法，他和小三开房，他妈替他们放风。小三怀孕，周玲还拿我的钱给小三买房养孩子。我得知后很生气，婆婆对我，不会下蛋的母鸡，自己生不了还不准我儿子找。婆婆还暗中我施压让我离婚。我一怒之下上门手撕小三，老公奋力按着我，小三趁机拽住我的头发，猛地一拉，狠狠撞在尖锐的桌角上，当场死亡。事后两人还伪造我生病去世的假象，匆匆给我安排葬礼后，一把骨灰撒向大海。我从此销声匿迹，无人问津。再睁眼，我重生在了发现老公出轨这天。这一世，我绝不能任人宰割，我要掌握自己生命的主动权。既然你们要趁早做打算，那我肯定不能坐以待毙。于是身体刚恢复一点，我就跟婆婆和周玲说要重返职场，赚钱补贴家用。上一世做完手术后，我在家休养了半个月，周玲就趁机在外面勾搭别的女人。得知我要上班，婆婆一脸轻蔑出言反对。上什么班？在家好好当家庭主妇不好吗？我儿子上班那么辛苦，你多学学厨艺，照顾他才是正事。周玲也随之附和道，你在家做做家务，养养花也行，非要上班，家里也不缺你那点上班钱。我被气笑了，他们对我的能力一无所知。我不仅要去上班，我还要去周玲公司上。我一直都知道，周玲他们公司缺一个设计师的职位，那个职位我觊觎很久了，而且我一直敬重的学姐，
也在他们公司当设计总监。我懒得和他们浪费时间，直接打电话给学姐。学姐，我是陈媛，我现在重返职场还有机会吗？电话那头顿了2秒后，好，终于等到你了，陈媛。本来我可以去其他公司的，但我就要在周玲的眼皮底下成功，然后膈应她。获得入职资格后，我站在全身镜前面审视鼓励自己。学姐刚好发来消息，曾经那个风靡整个设计界的陈媛，欢迎回来。没结婚之前，我曾是百强公司的知名珠宝设计师。婚后，我本来想继续在公司发展自己的事业，可婆婆和周玲却一直劝我回归家庭。周玲将头埋进我的颈窝，满眼心疼地求我：老婆，你先辞职吧，这个家有我就好了。婆婆也好言好语地劝我：圆圆呐，你现在应该把重心放在家庭上，这班就先不上了。我的退休金还有，我每个月出生活费给你。母子2人说的比唱的好听。最后我在2人双重施压下辞职回归家庭。没过多久我就怀孕了，但是当我检查出宫外孕时，婆婆对我的态度180度大转变。婆婆更是每天偷偷把我的饭菜倒掉，吃，身体这么矫情，吃了也白吃。别人怀孕都顺利利的，只有你怀个什么宫外孕，谁知道是不是乱搞才这样的。我终于忍无可忍，怒不可遏地把水杯砸到桌子上。下一秒，她便捂着脸哭着跑去找周玲。儿啊，你还管不管你媳妇了？她忤逆老人，要遭报应的。说完直接倒地撒泼打滚，这是她一贯的把戏，偏偏对周玲很受用。周玲无奈地皱着眉，冷冷扫我一眼：陈媛，你别太过分了，连我妈都敢忤逆，你自己生不了，你还不准人说了吗？算了，不说了。他话还没说完，就见我红了眼眶，于是欲言又止地拉着他妈到一旁安慰。晚上，他爬上床，又低声在我耳边故技重施：老婆，你别生气，你惹谁也不能惹咱妈呀，我都是为了你好，才假装在她面前凶你的，你别跟我一般计较好不好？我不动声色地推开他，装出一副懂事乖巧的模样。我怎么会跟妈计较呢？只要你同意让我上班，妈那边我会尽量忍的。上一世，我经常无脑跟他妈对着干，最后不但没有成功打击他妈，反而惹得周玲也跟着嫌弃我，帮着他妈一起对付我。这一次我学乖了，我要不动声色地续一个大招，关键时刻才好放出我的技能。周玲立马眼冒星星，侧头拱了拱我的脖颈：既然你想上班，那就去上吧。看着眼前这个没有主见的妈宝男，我欣慰地笑了。还好你没有主见。回到职场后，公司简单的给我办了个欢迎仪式，学姐热情地把我介绍给大家。这位是陈媛，18届的知名设计师，后来因为回归家庭埋没自己，这次她重返职场，我相信她，
一定会为我们公司创造无穷的价值。大家欢迎。学姐宋佳在这个公司担任设计总监。当年珠宝设计大赛上，我以1分之差输给她，但她一直很看好我的设计能力，还说她有机会开自己的工作室时，一定邀请我做首席设计师。记得我选择回归家庭的时候，她曾说：“陈媛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如果有一天你想重回职场，请毫不犹豫联系我。”大家面上都鼓了掌，私底下却偷偷议论我：“啊，原来她是个家庭主妇呀！再怎么有天赋，也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能设计出什么前卫的东西来？”是啊，是啊，哪个家庭主妇不是围着老公孩子转？设计能有多新颖？我估计这几年的时尚周刊他都没有看过吧，哈哈哈，属实有点可悲了。的确，我不反对他们对我的置评。这么多年，我的确和外界脱轨得太厉害，再加上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重返职场，所以我的确准备的是不太充分的。但我坚信，以我对市场敏锐的洞察力，认真学习，短时间补上来是没有问题的。很快，宋佳就向公司帮我争取了这次机会。最近刚好有一场与对家公司珠宝设计比赛，拿下第1名就意味着优先获得合作权。我有些不太有底气，正在头痛时，宋佳鼓励我：“陈媛，我相信你能行，就只管照着内心的想法去设计，我来兜底。”听到他的话，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一点，但有动力的同时也很有压力。我开始伏案设计，又去上网查了近几年流行的款和受年轻人欢迎的元素。周玲本来就有些不满我瞒着她去他们公司，看着满地的设计稿，就开始打压我，不止一次地劝我放弃，说我现在的思想已经跟不上年轻人的潮流。我没理会，专心设计，耗时1星期。终于，我按时交了设计稿。结果出来那天，好多公司年轻设计师坐等打我的脸。周玲也是一脸不屑地看我：“陈媛，你就这么想证明自己？”大家也毫无顾忌地展开议论。这次设计失败的话，他恐怕也没脸待下去了。毕竟，宋总监可是他的贵人，他也不好让他失望的吧。他的设计稿我看过，真挺不错的。人群中有不同的声音响起：“你从哪看的？真的假的？有希望拿奖吗？”对方沉默2秒：“好是好，拿奖够呛。”哈哈哈哈，你真幽默。下一秒，宋佳紧拧着眉头出来，众人屏住呼吸。他径直走向我，上下打量了我一下，忽然身子前倾，紧紧抱住了我。众人一脸懵逼。宋佳心未开口：“陈媛，我就知道你能行。”下一秒，身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。周玲也有些不可思议，当着众人的面，没好说什么，只是闷头跟着鼓掌。这次设计大赛的成功，无疑是对我时隔3年重返职场的一种肯定。我拿了设计奖金以后，直接回家交给了婆婆。上一世，回归家庭后，她总是有意无意地说我没用。
心疼他儿子赚钱。刚做完手术，就像想让我赶紧出来上班赚钱。我之所以给他钱，是想给自己多争取点时间。给钱这招果然对婆婆很管用，她对我的态度稍稍缓和了些。但在她心里，能赚钱只是一种技能，并不能证明我作为一个女人的价值。对她来说，一个女人能否生儿子才是真正的有价值。我暗自感叹封建思想对她的毒害。上一世，知道周玲背叛我后，我一哭二闹三上吊，婆婆嫌弃地推开我，无情开怼：不下蛋的母鸡，你自己不能生还，不能让我儿子找。为了加快周玲和小三孙瑶的相遇，我选择主动出击。这一次，我不仅要让你儿子找，我还要帮他找。上一世，周玲和孙瑶就是在医院遇见的，于是我让婆婆和周玲陪我去医院复查。原本婆婆是不愿意去的，但我给的钱够多，她拒绝不了，又拉着周玲一起陪我。医生说我再恢复个半年就能再要小孩了，但我没有这么跟他们说。我故意叹气道：医生说我的身体状况还是不错的，但是想要孩子得看运气。婆婆切了一声：运气？我看你运气都拿来遇见我儿子了。周玲的脸上快速闪过一抹失望，然后愤愤地替我去交费。周玲刚走，目标人物孙瑶出现。孙瑶是我大学同学，同时也是周玲家的邻居，以前就经常听周玲妈提起。她似乎很满意孙瑶。孙瑶从医生办公室出来，我故意拐了拐婆婆的胳膊肘：妈，你看对面那个人像不像孙瑶啊？婆婆一脸懵逼：孙瑶？是我们邻居家孙女孙瑶吗？我一边把她拉起来，一边冲孙瑶打招呼。孙瑶抬头向这边看来，婆婆眼睛瞬间亮了。从交谈中得知，孙瑶刚从国外回来不久，准备在国内找工作，今天是来体检的。孙瑶长得端庄大气，身材凹凸有致，尤其是那紧致的翘臀，婆婆盯的眼睛都快掉出来了。我忽然想起她经常说我：圆圆，你有空去报个班练练屁股吧，屁股大的好生儿子。我不知道她这里哪里得来的谬论，我当然也没惯着她。我看您屁股是蛮大的，您怎么不生一窝儿子？这不可惜了吗？她被我气得语无伦次，抬手就要打我。你有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？小心舌头烂掉。我瘪嘴：要烂也是你烂。她说不过我，转头盯着孙瑶。从她看孙瑶的眼神，我就知道她还是信奉屁股大生儿子的鬼话的。婆婆一脸八卦地凑上去，关切地问：检查结果出来了吗？瑶瑶，身体怎么样？孙瑶笑得很甜：医生说我身体特别好，没什么异常，谢谢阿姨关心。听完，婆婆满意地笑了，仿佛孙瑶就是她儿媳妇似的。晚上回家，她已经迫不及待地跟周玲介绍起孙瑶来。周玲没有反驳，又是默认。剧情开始按照我预期的方向发展，但周玲的性格比较慢热，这一点我再清楚不过了。以前刚跟周玲在一起时，
他就像大脑没开窍一样，什么都要我提出来才会做。第一次牵手，第一次拥抱，第一次亲吻也是如此。可这一次我好像看错他了。就在我安心搞事业的时候，周玲已经把孙瑶搞到床上了，每天带着属于孙瑶的气味，又心安理得钻进我的被窝。我每天忍着恶心同他说话，又借口把他推开。上辈子我知道周玲出轨后，直接对着周玲破口大骂，然后一边哭着说他对不起我，一边疯了似的要离婚。但要离婚，周玲是过错方，离婚对他百害无一利，所以他一直拖着我。起诉离婚浪费了我不少时间不说，我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周玲出轨，最后也没有捞到好处。我只能冷眼看着他和孙瑶天天在我面前秀恩爱，有苦不能言。而这一切少不了婆婆的功劳。孙瑶怀孕还是她在门口帮忙放的风。这一次周玲和孙瑶在一起后，我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毕竟除了捉奸在床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我要忍到足够让自己有资格逆风翻盘。婆婆整天在周玲耳边煽风，说我不如孙瑶。孙瑶海归，长得年轻漂亮，身材又好，绝对是生儿子的料。周玲一边忙着应付孙瑶，一边又舍不得跟我离婚。她不提，我也不提，就这么耗着。我看谁能耗得过谁。没等到我自己开口，周玲有些急了，就主动搬出孙瑶对付我。原本以为可以安心搞事业时，公司突然空降了另一名海归留学设计师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是周玲行使自己的权利，把孙瑶塞进这个公司的。用的什么方法我不知道。宋佳知道我和周玲的关系，知道后第一时间出来安慰我。我只是笑笑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。更何况孙瑶的海归设计师头衔还是周玲给他自取的，他就是个花瓶，没有什么实力，撑不了多久的。孙瑶入职后，假装毫不知情过来跟我打招呼：“哎呀，圆圆，原来你也在这个公司啊！周玲都不跟我说，你回去说说他呀。你们两夫妻不沟通可不行呢。我的能力比不上你，以后要多多靠你指教了。”我懒得听他奉承，但表面功夫却做得足足的。见周玲从部门路过，我急忙拉起孙瑶的手：“你这说的哪里的话？我们俩都是新人，互相照顾就对了。”周玲这个蠢货果然上钩了，下班后明里暗里夸我格局大。不过对于孙瑶入职我们公司，他是这么跟我解释的：孙瑶是我李婶家女儿，李婶早就拜托我帮她介绍工作的。小时候我可没少受李婶恩惠，公司刚好缺人，我只能介绍她进去了。你不会生气吧，老婆？我声音柔柔的，靠近周玲怀里。不生气，邻居之间互相帮助不是正常的吗？周玲满意的笑了，笑得合不拢嘴。入职没多久，周玲就来接孙瑶下班。原本我想直接回避当看不见的，孙瑶大声从背后喊住我：“圆圆，一起走吗？我让我男朋友送你。”我回头，
眼睛不自觉瞟向主驾驶，却怎么都寻不见周玲身影。我回绝了，却在转角处看见周玲等着孙瑶，迫不及待将她抵在墙角，疯狂亲吻，像没见过食物的狗。两人忘我的啃了起来。我忍着恶心，拿出手机把视频录下来，然后默默转身离开。周玲很晚才回家，身上带着属于孙瑶的香水味，一回家就一头扎进浴室洗澡，想试图掩盖她身上肮脏又恶心的气味。换做以前，我肯定像个泼妇一样冲上去和周玲扭打在一起，并且立马提离婚，而且还会伤害自己，威胁周玲。最后效果甚微，还降了周玲对我的好感。这次我没有这么做，我要让我的事业稳步上升，就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出错。公司有个新的设计项目，孙瑶公开和我竞争，出于我之前的成绩，公司还是把这个项目给了我。结果就在我出差那天，公司忽然临时通知我，要孙瑶一起陪同。不用想，一定是周玲的手笔。周玲作为公司老员工，又是经理，有很多决策的权利，只要能拿到正确的结果，老板对他行使权力也没有过多干涉。我说昨天晚上周玲回来那么晚，白衬衫胸口处全是口红印，斗志一下被激起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不能让孙瑶抢了我的功劳。乙方来之前，我在孙瑶的酒杯里放了一大包泻药。合同谈到一半，他也差不多快拉虚脱了。等他虚弱地拖着身体想要一起洽谈合同时，我成功和乙方握上了手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孙瑶整个人都快气炸了，可惜他虚脱得快要站不稳了。公司公开庆祝这次项目的胜利拿下，孙瑶也不笨，又把主意打到周玲身上。我在周玲的书房看到了表彰人的名字是孙瑶时，我的心如坠冰窖。周玲是知道的，项目是我拿下的，没办法，我使出浑身解数，穿着周玲喜欢的蕾丝吊带裙，哄得周玲意乱情迷的时候跟她说项目的事。周玲耳根子软，也知道现在不能跟我撕破脸，于是默默把表彰人改回我的名字。表彰大会那天，从周玲口中说出的是陈元，而不是孙瑶。孙瑶坐在观众席，眼神锋利，恨不得把我凌迟了。事后他各种向周玲抱怨撒娇，周玲只回他，这都是公司的决定，而且项目确实是陈元拿下的，我也没办法。搞不定周玲，他又来找我。当天下班时，他把我堵在卫生间门口，拿出和周玲的床照挑衅我。陈元，你别太得意，看似你赢了，其实是你输了。你事业再怎么成功，你老公爱的依旧是我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夸我那方面真的很厉害，他真的离不开我。这是孙瑶第一次正面挑衅我，他以为我会发疯，我会歇斯底里的和他闹，可我没有，我只是淡淡的回他：你这么喜欢他，那让给你好了。孙瑶比我先气急败坏：陈元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回头：没什么意思，字面意思，
周末休息，我假装让周玲陪我去医院检查身体。从检查室出来，我递给周玲一张孕检单，她先是一头雾水，随后脸上抑制不住的欣喜。老婆，你真的怀孕了，我们有自己的孩子了。欣喜过后，她脸上又闪过一丝担忧，而后小心翼翼地开口：这次是稳的吧？不会跟上次一样是什么宫外孕吧？我顿了顿，眼神坚定地回答她：放心吧，老公，这次肯定不是了。周玲终于安心地舒了口气。周玲把我怀孕的事告诉她妈后，她妈也跟着担忧起来，拉着她私底下商量孙瑶那边该怎么交代。与此同时，孙瑶给周玲打电话说她也怀孕了。这几天周玲上班时心不在焉，估计在想要留谁的吧。既然这么纠结，不如我来替他们决断。当晚睡觉时，我故意说出我的想法：老公，要不我们去医院查查孩子性别吧？周玲像抓住救命稻草，又好像是点醒了他一般，于是他偷偷去阳台给孙瑶打电话，各种哄着他去医院查孩子性别。我故意选在孙瑶之后去查，孙瑶的检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，她怀的是个女孩。我看到婆婆青着脸出来，又把周玲拽到一旁：这个孙瑶怀个女娃有什么用？你先安抚她，我明天先带陈元去检查看看。周玲眉头紧皱，不停地揉着太阳穴，张了张嘴，最终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，只能点头默许他妈的做法。婆婆和周玲格外关心我肚子里孩子的性别。检查结果很快出来，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单子递给周玲，她看不懂，急切地问我结果。我装作害羞地回答：医生说是个放牛的。婆婆一听，高兴地从位置上弹起来，急忙拉着周玲要去菜市场买菜给我补身体。晚饭时，周玲手机响个不停，不用猜就知道是孙瑶打的。周玲拧着眉，转身去阳台按了接听，回来时不停给他妈使眼色，我看在眼里，却始终一言不发，就借口上洗手间。我刚把门锁上，婆婆就迫切问周玲的处理结果。周玲不停叹气，说孙瑶要50万才肯罢休。婆婆一听却不干了，说要亲自出马见孙瑶一面。我在厕所忍不住笑出了声。以我对孙瑶的了解，她不是个给钱就能平息的人，更何况周玲还拿不出这50万。有好戏看了。婆婆说到做到，果然去公司找了孙瑶。孙瑶一口咬定就要50万，拿不到钱就公开和周玲的关系，敢逼她就让周玲身败名裂。婆婆急了，慌忙回家筹钱。刚走出公司大门，我就故意与她撞见。我面上带着笑问她：妈是来公司找周玲的吗？要不要我帮你喊她？婆婆支支吾吾地顺水推舟：啊不，我是来看你的，我给你煲了鸡汤。咦，我的鸡汤呢？看我这记性，鸡汤忘家里了，我这就回去给你拿。我一言不发，静静看她表演，任由她尴尬。她还在找台阶下，
我却不想陪她演戏。你先回去吧，妈，我下班喝。听我这么说，她立马健步如飞离开了。上辈子，周玲偷偷拿我的钱给孙瑶买房子养孩子，这辈子我牢牢把自己的钱攥在手里，理由是想给孩子好的生活，所以自己要存起来。我不拿出来，周玲和婆婆自然也拿我没办法。为了避免我和孙瑶正面冲突，婆婆和周玲一起上阵，又劝我放弃我的工作。上一世，我就是听信两人的哄骗，最后手里没有1分钱，被周玲戴绿帽，也没有任何底气离开。可这一世不一样了，我有自己的思想和计划，谁都别想左右我。我拒绝得很委婉，我说我现在手里有好几个设计项目，现在离职要赔钱，但我如果继续上班，年终奖都够买2套房子了。婆婆听得眼睛渐渐亮起来，选择同意我保工作，选择保我就要牺牲孙瑶。最后，周玲给她表哥打了借条，给了孙瑶50万。孙瑶的确让我有些意想不到，竟然50万就把他打发了。就在我以为这是告一段落的时候，孙瑶开始作妖了。当然，他的这一计划我早就知道了，我只不过是配合他而已。孙瑶收到钱，更加肆无忌惮挑衅我。幸好我是假怀孕，而他是真的。他请了半个月的假，再回来时，我注意他苍白的脸色，看来孩子是解决了，而我网购的假肚子也到货了。我偷摸换上，在他面前，我故意拍拍自己隆起的小腹，他气得满脸通红，转变对我的态度，主动给我端咖啡送饮料，说要跟我重归于好。我懒得理会，只是默默留意他的行为。为了能把怀孕装得更加逼真，上班时我特意换舒服的平底鞋穿。公司人都知道我怀孕了，在宋家学姐的嘱咐下，大家都格外照顾我。这天周末加班，午休时，我看到孙瑶鬼鬼祟祟在我鞋底抹东西，一下就猜到她想对我做什么。我故意让周玲下班多等我一会儿，我穿上鞋，确保周玲过来时重重摔倒在地上，再适时扎破我提前藏在肚子里的血包。鲜红的血液顺着大腿流出来，周玲慌了，哭着打120救我。不出意外的，出意外了，我的孩子没了。我故作伤心，在医院哭晕了好几次，吵着还我孩子。这件事在公司引起轩然大波，老板同意周玲调查我摔倒的原因。孙瑶心理素质很强，一直撑到最后都没自曝，直到一则监控视频在大屏幕上播放后，他才彻底破防。视频里，孙瑶换了便服走进我的柜子，在我鞋底了很多润滑油后溜之大吉。那个位置的监控坏过，一直没人修。就在孙瑶涂油的早上，工人却来修好了。我看着手机上监控维修电话，笑了。孙瑶被开除那天，我毫不客气怒对他：孙瑶，人不可能一直走运，如果有，那就是你没遇见我。孙瑶咬牙切齿，收拾东西滚了。孩子留了后，那是我第一次见周玲冲他妈发火。
都怪你，非要我去招惹什么孙瑶。现在好了吧？你的重孙子都因为他被流掉了。婆婆越听越生气，不知道在哪问到孙瑶的住址，跑到他家楼下去蹲他，和他打了一架。回来时蓬头垢面的，嘴角还噙着血，骂骂咧咧的。这个贱人，他以为他年轻我就怕他了。我照样给他头发扯掉几把，别让我遇见他，不然我见一次打一次。呸！他啐了一口唾沫，满是嫌弃，真虚伪啊！也不知道是谁曾经喜欢孙瑶，喜欢得不得了。啧，看他那身材，一定是生儿子的料，结果竟然是中看不中用，还骗走我儿50万，贱人！周玲没附和，只是让他妈别再说了。我请了病假在家休养，周玲却依旧正常上下班。下班后来房间和我深情拥抱，还关心地慰问我。奇怪的是，孙瑶已经离职了，我还能在她身上闻到属于孙瑶的香水味。女人的直觉告诉我，周玲骗我，还骗了她妈。今晚周玲借口加班没回来吃饭，我全副武装去公司楼下蹲她。如我心中所想一般，周玲她没和孙瑶断。我第一反应竟然是心痛，心痛自己差点又被渣男骗了。周玲，既然给你机会你不要，就别怪我。周玲和孙瑶十指相扣走进了一家酒店，估摸时间差不多后，我报了警。呵呵，我自嘲地笑自己，多么俗套的情节，自己打电话捉奸的故事竟然会真实到自己身上。警察局里，警察问我们3人的关系，周玲支支吾吾不肯说。我从包里掏出2个红本本，砸在渣男贱女面前，冷冷指着孙瑶：“我和他夫妻，他是小三。”警察眼睛瞬间瞪大，看我的眼神惊讶，又充满怜悯。我当场要求孙瑶归还那50万，那是我和周玲的夫妻共同财产。我提离婚，周玲却忽然站起来，脸色苍白地过来扯我袖口求我：“不离婚好不好，老婆？现在正是我事业上升期，我答应你，我马上和孙瑶断了，只要你能原谅我。”脸好大呀，出轨还敢提条件。我抬起手，狠狠扇了周玲一巴掌，然后头也不回离开。第2天，我就让2人在公司出名。周玲疯狂给我打电话，可惜来不及了。我把2人的事迹打了横幅，做成册子，从周玲绿我开始，从头到尾捋了一遍，发给公司所有同事。周玲垂头丧气来公司收拾东西，脚刚踏进公司大门，远远一个臭鸡蛋飞过来，正中她脑门。保洁阿姨尴尬地笑笑：“不好意思啊，平时玻璃擦多了，手准了点。”周玲满脸怒气，却不敢发言，自顾自回座位收拾东西。大家就他出轨这事讨论得沸沸扬扬。他老婆为他怀了2次孕，赚的钱都拿去补贴家用，可他却出轨。啧，死渣男！电视剧里不是说，外面的屎没吃过都是香的吗？渣男遭报应了，被行业封杀了，一把年纪，恐怕工作都不好找了。
周玲离婚加失业，供房贷都成了问题。为了让她雪上加霜，我伪装成周玲约了孙瑶，没想到孙瑶还是个恋爱脑，三言两语就给哄回来了。他俩绝配，绝对不能出来祸害别人。而且现在周玲这种情况，再重新找一个也很难。于是周玲他妈又劝周玲和孙瑶将就过，但孙瑶可不将就，开口又要20万彩礼。没办法，周玲把我留给她的那辆小破车卖了，勉强凑够20万给了孙瑶，两人又重归于好，还领了证。和孙瑶在公司时，我就发现了她喜欢炒股的习惯，所以我断定这彩礼80%是留不住的。两人刚结婚没多久，就因为孙瑶拿所有钱炒股输了，闹离婚。这时候宋家学姐已经出来单干，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，而我也成功地当上了她的首席设计师。在见到周玲那天，刚好冬至，最近忙于事业，记不清多久没见周玲，只见她胡子拉碴，双眼猩红，站在我们新公司楼下。见我下来，她吸了吸鼻子，从怀里掏出一个饭盒递给我，声音带着讨好的意味：“今天冬至，趁热吃吧。”我随意瞟了一眼，是饺子，不用了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要走，他却忽然上前拽住我的手，小心翼翼地开口道：“圆圆，能不能借我50万？我表哥急需钱，这么多年的夫妻，就帮我这一次好不好？”我回头，上下打量了一下他：“你谁？”他尴尬地愣在原地，又突然硬气起来：“你不借没关系，不用这么侮辱我。”呸！我回头一口唾沫吐在他脑门上：“我就这么侮辱你怎么了？现在缺钱想起我了？你谁呀你？别妨碍我过新生活好吗？死渣男！”他支支吾吾，还想要说什么。一辆黑色的迈巴赫赫然停在我面前，车窗打开，宋佳探头出来：“陈元上车，我带你去吃饭，今天是高端局，介绍大人物给你认识啊。”说完瞥了一眼站在一旁全程低着头不敢看我的周玲：“那不是你那晦气前夫吗？快上来，免得晦气传染你。”我应了一声，快速钻进后座，砰地关上门，对着愣在原地的周玲说：“你别妄想在我这里拿到1分钱，你不配。”周玲被吓得本能眨了眨眼睛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宋佳让司机一轰油门，扬长而去，只留给周玲一股难闻的汽车尾气。周玲气急败坏，想要打电话骂我，没想到留给她的只有红色感叹号。她的手机嘟嘟嘟响了起来，是她的表哥。她按了接听，表哥催促的声音传来：“你什么时候还钱啊？我这边急用，你再不还钱，直接走法律程序了。”周玲还想说些什么，电话却已经被挂断。我懒洋洋地靠在汽车后座椅背上，打去宋家：“快让你老公继续催周玲还钱，不然周玲可就要逃跑了。”宋家笑笑：“跑什么？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我老公说了，他再不还，就把他丢进家族群里，让他臭名昭著。”我竖起大拇指：“
不错不错，真有你的。车子继续向前驶着，灯光冲破面前的层层雾气，照到我身上的那一刻，我由衷地笑了。这种笑，是苦尽甘来，是重做自己的释然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